我本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圣手。一睁眼，却成了被逼签和离书的王妃。我不是在手术台上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成了别人的王妃？签了他。和离书。王妃这是要闹了。本王没空陪你演戏，签字，拿着你的东西滚。可以离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什么？和离可以，但不是你休我。我嫁进来这些年，该扛的该忍的，我一样没少。你要我走，我不赖着。但我一个女子，离了王府也得活下去，所以10万两白银买我余生安稳，这是赔偿，也是我重新开始的底气。10万两？你凭什么？凭你我都清楚，这桩婚事从来不是我高攀了你。当年你求娶我，是看中我林家的兵权，如今兵权到手，你要踹人，总得给个善终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会话？不是能说会话，是想通了。一个女人能活着，靠的不是谁的施舍，是自己手里攥着的东西。这是一道是先皇赐婚圣旨，另一道是我林家祖上留下的保命符。我不是要拿他们威胁谁，只是想说，我林婉从来不是没有退路的人。意思很简单，你要和离，我成全你，但我要的是干干净净的走，不是灰溜溜的被赶出去。3天，10万两银票送到我手上。和离说我自己签，少一文，我就先拿着赐婚圣旨去宫里问问太后，当年赐婚的王妃是不是可以这样被随手丢弃？你在威胁本王？不算威胁吧，我是在讲道理。好，本王给你。对了，10万两银票记得换成小额的，大额的不好花。我本来只想看房买铺，却意外救下了一条粗大腿。临街靠水，风水好，采光也好，就这儿了。等那10万两到位，直接盘下来，改成外科诊所。外伤、骨折、阑尾炎，这古代的王爷公主们有病只会喝符水，简直是送钱上门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公子，快救公子！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急什么急？让开！不想他死就全退后。会水的下去拖人，头必须露出水面，别让他再呛水。快！完了，没气儿了，准备后事吧。谁说没气就得死？他在做什么？摸人家胸口！成何体统？这是哪家的妇人？当街轻薄男子，这叫心肺复苏。再多嘴一句，耽误了命，你们谁担得起？活了，公子活了！先别急着挪动他，回去熬浓精汤，加3片陈皮，寒气入肺就麻烦了。还有，这2天别让他吃油腻的。是你救了我。是，不过你命硬，呛了几口水而已，换个体质差的早就凉了。姑娘，我家公子记下这条命了，日后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以后真有麻烦，我可真来找你。他刚刚是不是亲了那公子？王爷，外头都传疯了，说王妃当街亲了一个男人。他疯了。王爷息怒，姐姐或许真是在救人，只是法子太大胆了些。救人？她一个深宅妇人，连药都分不清几味，拿什么救？外面的人只看见她亲了人，哪里管什么真相？
妾身是担心，这事传出去，府里名声就彻底毁了。贝马，本王要亲自把那个不知廉耻的妇人按到宫里去，以欺出之罪，请陛下下旨和离。王爷，那姐姐她在哪儿？王妃刚从东市回来，应该快到街口了。拿下！放手，萧恒，你发什么疯？林婉，你当街轻薄男子，败坏王府门风，本王今日就押你进宫。请陛下圣裁和离。欺出之罪，这是要休妻啊！王妃这回彻底完了。王爷，姐姐也是无心之失，您别动这么大的怒。萧环，你堵了一条街，就为了跟我论证什么叫妻出？你敢说今日没有当街轻薄陌生男子？那人落水闭气，心跳停了，我按压胸口救他的命，肚气帮他呼吸，这叫急救。你拿什么证明你在救人？拿我救回来的那条命。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去问问那公子，看他愿不愿意替我说句话。姐姐，那公子已经被家人接走了，谁还找得到人？苏小姐对这事的来龙去脉倒是清楚得很。够了，林婉，你少在这里狡辩。今日进宫，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放手，萧狠，你确定要现在拉我进宫？你怕了？我怕的不是进宫，我是怕你等会儿在宫里求着我别走。本王求你，笑话！押他上车。行，那就进宫。正好，我也想问问陛下，一个连自己王妃会什么都肯问的男人，凭什么以妻出之罪休妻？小王爷恕罪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回王爷，奴才该死。太后娘娘那边，太后怎么了？太后娘娘半个时辰前忽然腹痛不止，疼得满床打滚，3汤喂进去全吐了。太医院院判带着所有太医都跪在慈宁宫外，谁也查不出病因。什么？陛下，老臣行医40年，实在辨不出这急症因何而起。太后脉象紊乱，腹中似有异物，臣等无能为力。辨不出，朕养你们何用？右下腹反抬痛，肌紧张，急性肠痈，已经化脓了。再拖下去肠穿孔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肠炎？你一个内宅妇人懂什么医理？肠炎之症哪有这般急法？就是，肠炎发作至少3日才见脓，太后发病不过1个时辰，你分明是胡说八道。你见过几个肠脓病人？书上砍来的也算。陛下，此人是个失德之妇，他今早在街上对男子做出不堪之事，满京城都传遍了。苏小姐，你说我不顾廉耻，是指我救人的事吧？救人是按胸口嘴对嘴的吗？姐姐这套说辞，骗骗无知百姓也就罢了，在陛下面前也敢拿来糊弄。那人落水闭气，心跳停了，不按胸口帮他恢复心跳，不肚气帮他恢复呼吸。苏小姐，你来教教我，你用什么法子救？妾身没姐姐那么大的本事，
什么恢复心跳、恢复呼吸的，听着像巫术。姐姐这么能耐，不如现在就演示给陛下看看，看你这套神仙手法到底能不能救命。可以啊，不过演示需要有人配合，心跳停的那种。苏小姐愿意躺下让我试吗？陛下，腹仓开刀，史无前例。这女子若心怀不轨，史无前例。你行医40年，治过几个嫦娥化脓的病人？你治过几个？你一个都没治过，因为你根本不会。你一个深宅妇人，从何处学来的医术？深宅妇人就不能学医了？陛下，姐姐在王府时就常行古怪之举，王爷也是忍无可忍才请旨和离的。如今太后病危，他偏要在这时候出头，分明是拿太后的命给自己铺路啊！半个多时辰，太后的疼你们谁止住了？参汤灌进去全吐了，脉象越来越弱，你们跪在这里，等的是什么？等他疼死，还是等奇迹自己掉下来？你说我失德，说我不顾脚，说我不顾廉耻，说我连药都分不清几味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问过我一句我会什么？你问都没问过，就给我定了7出之罪。萧环，你堵我的那一条街，堵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脸。你说要开腹，拿什么让朕信你？陛下，太医院跪了半个时辰了，他们能给你什么？除了跪，他们什么都不会。而我能让太后活。谁能保她？本公主能保她。今早落水的人是本公主，彭王妃用嘴救的人是本公主。今早落水的是本公主，彭王妃救的也是本公主。你们口中那个与野男人私通的失德妇人，救的是大齐的九公主。你们谁还有话说？公主殿下，臣女不知是您，臣女只是担心太后。担心太后？你方才说的是野男人私通，不顾廉耻，你在骂本公主？臣女不敢。公主殿下，王妃救您之事，老臣不敢质疑。可是太后娘娘如今病重，剖腹之说实在骇人听闻。老臣行医40年，从未听过开膛破肚能救人的。院判大人说的是，王妃今日在街上那套手法已经惊世骇俗，如今又要剖太后之腹，万一出了差错，谁来担这个责？姐姐，你说你会救人，可你那些手法哪本医书上写过？你让陛下怎么信你？就是，王妃在王府3年，从未提过懂医术，怎么一被休就什么都会了？这分明是拿太后的命给自己铺路。你行医40年，常庸化脓的病人，你治好过几个？这自然是内服汤药。内服汤药能治好已经化脓的长男，你治好了几个？你们跪了半个多时辰，脉也摸了，药也灌了，太后疼得更厉害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下一副药喝下去，太后是能止疼，还是直接疼死？姐姐说的头头是道，可万一呢？万一出了事，你担得起？苏小姐，我救人的时候你在场吗？我诊脉的时候你在场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跳出来说万一，万一的事，你比我清楚。王爷，您说句话呀！林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东西你到底从哪儿学的？萧痕，你娶我3年，问过我一句你会什么吗？这3年你眼里只有兵权，你的王府门面，你从来不看身边人一眼。现在你问我从哪儿学的，我告诉你是梦里神仙教的，你信吗？恒哥哥，本公主不管他从哪儿学的，他救了本公主的命是真的。方才他诊太后的病说的头头是道，也是真的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担心太后，那好，谁来给太后治？没人敢治，那就闭嘴。太后，太后脉象绝了！
凶神！王爷，老臣无能为力啊！还有一口气，再耽搁半炷香，谁都救不回来。林婉，萧恒，你是想让他死，还是想让我逝？谁敢拦他，先过本公主这关！陛下，剖腹之说史无前例，姐姐她分明是拿太后的命在赌啊！陛下，老臣以性命担保，剖腹必死无疑。若太后凤体有损，大齐国本动摇啊！陛下三思。林婉，你拿什么让朕信你？陛下，我不是来跟您谈条件的，我是来跟您要一次机会，一次换太后活命的机会。你有多大的把握？8分。8分？才8成就敢动太后的身子？院判大人，你行医40年，太后的病，你1分把握都没有，你连病因都查不出来，我至少有8分。若太后轰了，我陪葬；若太后活了，我要进入太医院。拿笔来！太后轰，你凌迟；太后活，朕许你入太医院。所有人退到殿外。九公主，劳烦你扇门。敢硬闯者，格杀勿论。皇兄放心，臣妹亲自守着。退下！陛下三思！林婉，门打一下。你错我不肯对，你懵懂我美，是我怎样仰躺之辈。陛下，这都1炷香了，里面连点动静都没有，那毒妇定是怕死，不敢出来了。闭嘴！王爷，姐姐若真伤了太后，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，我们王府可怎么办？滚一边去！活了。太后如何？血，是血！你真把太后杀了？林婉，进去诊脉，脚步放轻，太后睡着了。脉象平稳，这不可能，死脉怎么活了？脉象平和，呼吸匀长。老臣行医4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起死回生之术。王妃她这是神仙手段啊！切口平掌，缝合细密，这手法，老臣连想都不敢想。太医院有救了，大齐有救了！王妃她就是神医降世啊！王妃恕罪，臣等有眼无珠，方才竟敢质疑王妃。王妃医术通神，臣等心服口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赌命！林婉，你救了朕的母亲，救了这大齐。林婉，朕说话算话，你救了太后，字据上的条件，朕今日就兑现。臣女谢陛下。传朕旨意，封恒婉王妃林婉为太医院首位从五品女医官，特许出宫开设医馆，见官不贵。臣叩谢陛下。太医院得此神医，是大齐之福。臣愿亲自为王妃研磨铺纸，抄写医干。臣也愿，王妃若有差遣，臣万死不辞。恭贺王妃！
恭喜。往后在这大齐，你林婉行医，谁都不准拦。臣女记住了。林婉，你既然陛下也在，不如王爷直接请旨。是我的错。太后娘娘醒了。臣妇参见太后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快，婉儿到哀家这儿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，这小脸都瘦了。这次要不是你，哀家就真去见先帝了。太后言重，您凤体安康是大齐之福。环儿，你看看，这么好的媳妇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得知足。是。回禀太后，陛下，臣妇与恒王进宫是为了请旨和离的。你说什么？和离？小恒，是不是你又欺负婉儿了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母后，此事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哀家告诉你，婉儿是你的王妃，也是哀家的救命恩人。你要是敢跟她和离，就再也别叫我母后。好孩子，别理那个混账。你受委屈了，哀家给你撑腰，看看，这是哀家给你备的赏赐。臣妇谢太后恩典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有这块匾在，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。但和离是臣妇与恒王之间的私事，与医术无关，与恩典无关。姐姐，你这医馆开的可真上牌，就是不知道这满街的百姓，有几个是真来看病的。苏小姐，来看病就去那边排队，要是来砸场子，出门右转，慢走不送。林婉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治好了太后，就真当自己是神医了。与你何干？你这种半路出家的野路子，药材认全了吗？也就能骗骗这些无知百姓。京城里哪个高大门敢用你？这不是苏家小姐吗？听说她跟恒王妃一直不对付。苏小姐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让让，你挡着我病人的光了。谁说没人敢用它？参见公主殿下。苏婉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本公主没听清。你说林婉是野路子，说她只会骗无知百姓。臣女参见公主殿下，臣女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那个意思，那是几个意思？质疑本公主的眼光，还是觉得太后亲赐的牌匾是块假匾？皇兄有旨，恒王妃林婉救太后有功，医术通神，特赐济世神医牌匾，见匾如见太后。日后谁敢在济世堂门前生事，就是与太后为敌。天哪，是太后御赐的牌匾，济世神医，林大夫这是要青史留名了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耀眼了？好像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了。怎么样，这块匾够不够堵他的嘴？够是够，就是太大一块，挂上去差点压垮我门框。压垮了本公主，再给你做块小的。哎呦，这人怎么倒了？吐白沫了，快来人啊！救命！我从江南来，胸口好热。
婉儿，怎么了？所有人退后1丈，用这个掩住口鼻，不许靠近他。这是天花。所有人退后1丈，用布掩住口鼻，不许靠近他。婉儿，怎么了？是天花，1丈。天花，是天花，快跑啊！林婉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。天花可是绝症，凭你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别是为了博神医的名头，故意弄个假医症来吓唬百姓吧？就是啊，怎么偏偏在济世堂门口发病？天花潜伏期长，发病急，他身上的痘疹已见脓疱，若再不隔离，整个京城都要给他陪葬。拿石灰灰来，沿街撒满。九公主，借你护卫一用，立刻封锁济世堂所在这条街。刚才离得近的人，一个都不准走。陛下，京城出事了！济世堂门前发现天花病患。天花，太医院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，天花乃千古绝症，无药可医呀。唯有将病患全部烧死，方能决断病源。皇兄不可！济世堂前少说有数百百姓，岂能说杀就杀？那以降王之剑该如何？臣弟来报，林婉已将那条街封锁，隔离了接触者。既然他最先察觉，不如让他查明。隔离、消杀、接种、观察，少一步都不行。人命不是拿来碰运气的。阿生，林大夫，这份检药流程，立刻难3份，送去隔离营、太医院，还有九公主那里。是。告诉他们，先按这个做，谁都别乱来。尤其是隔离营，所有接触过病患的人，一律不许放出去。明白。这一册先放我这儿，等我去钱塘回来，再亲自和太医们说清楚。好。又来病人了，我去看看。苏小姐拿到了，给我。小的看得真真切切，全是林大夫亲手写的。筛选豆荚，接种，观察，原来如此，做得不错。拿了钱就走。今晚的事要是传出去半个字，你知道下场。是，小的明白。林婉，你熬红了眼睛做出来的东西，最后还不是要落到我手里？陛下，臣女日前偶然间得到上天启示，反复研读后，确认此法可救京城百姓。接中之法，这倒是闻所未闻。林婉，你来看看。苏小姐，这方子你从哪儿来的？臣女前夜梦中有神女降临，亲授此法。陛下，眼下天花肆虐，苏小姐得神女亲赠药方，实为我大齐之福。神女长什么样？这神女身披霞光，面容模糊。那她说话什么口音？穿什么颜色的衣裳？手上拿没拿东西？我当时心神恍惚，只记得方子，旁的都记不清了。那你再看看这方子。上面写着取豆荚研末，以乳调之，后面还有一句后须以温汤减其毒，方可适用。减毒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减？温汤的温度是多少？减多久？这上面只写了，减毒2个字。至于怎么减，用什么减，减到什么程度，一个字都没有。神女没告诉你？
神女说此法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但臣女有把握。你有什么把握？你连减毒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就敢说确认此法可救京城百姓？苏婉，你这方子若是解释不清，就别在御前胡闹。臣女没有胡闹，陛下，臣女虽说不清减毒之法，但京城一起，百姓水深火热。林大夫懂，可他一个人能救几个？臣女愿立军令状，若此法无效，臣女甘受重罚；若有效，这便是京城百姓的活路啊！林婉，你说呢？陛下，臣方才说了，这方子不完整，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若直接用，等于把未经处理的斗毒种入人体，轻则高烧出疹，重则致命。陛下，臣女是为百姓着急啊！等林大夫一个一个救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臣女愿意拿命试，成与不成，臣女一力承担。朕给你这个机会。陛下，朕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林婉，天花不等人，他能拿命试，朕就给他试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女定不负圣望。都排好队，按次序来，经出后你们就能好起来。你确定没问题？王爷放心，这是林大夫写的方子，臣女仔细看过了。多谢苏小姐救命之恩。好烫，浑身上下像被火烧了。怎么回事？脉象急数，体温烫手，斗毒植入脏腑了。这不是接种，这是直接往人身上种病啊！出事了！这不是救命，是要命！都退后，捂住口鼻，不许再围上来。这是没处理过的豆浆，直接用了。高热毒血入脉，再不处理，一个都保不住。林大夫，这还有救吗？有，但有条件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。热水、烈酒，干净不禁，立刻拿来。还有，派人去告诉九公主，封住一棚入口，刚才接种过的人一个都不许走。你不是说你看懂了吗？我只是照着纸上写的做。你照着做，纸上写了“减毒”2个字，你减了吗？你连这俩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就敢往人身上扎针？我怎么知道还有减毒这一环？不知道就该问，你不问不学不确认，就敢把一棚人的命押上去。苏小姐，你这不是救人，是谋杀。想救人，先学会敬畏人命。苏婉，你口口声声说能救人，结果险些害死一棚百姓，你该当何罪？陛下明鉴，臣女真的是照着方子做的，臣女没有故意害人。陛下，臣可以作证。林大夫早就在把完整流程背下了，只是要求先隔离，再观察，再接种。苏小姐拿到的确实只是简要流程，还是偷来的。陛下，这是臣日前整理的完整接种医案，从豆科筛选、减毒处理、消毒猎母。他没有做减毒，没有消毒，没有观察，他拿到什么就往人身上扎了什么。不是的，你明明就是故意只给我一半。我没有给你，是你派人偷的。你偷了一半，看不懂一半，就敢往人身上试。你连自己偷的是什么都没弄明白。这里确实有完整步骤，减毒、消毒、观察，每一条都写明了。陛下，草民亲眼看见的，苏小姐扎完针就让我们回去等着，连隔离都没交代。要不是林大夫及时赶到，草民早就没命了。陛下，此事已不是医术高低的问题了。苏小姐明知不全，明知不懂，却仍拿百姓性命试手，这是草菅人命啊！
苏安私盗一案，冒功献方，善用接种之法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来人，打入死牢，择日问罪。这些东西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我只是把该做的事做完，病人等不起，规矩也等不起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苏婉会偷。我不知道他会偷，但我知道，疾病面前，只有把每一步都做扎实了，才不会出乱子。他急，我不能急。我以前到底错过了多少？这场疫病后面怎么收，你可有把握？有，10日之内，京城能稳住，只要没人再拿人命去赌。先把还没发热的人单独分开，已经发作的留在左边，接触过病患的去右边。王妃，这么分，怕是人手不够。人手不够，就先保最危急的，药不能乱发，饭不能乱吃，水不能乱碰，把规矩立起来，乱就少一半。还需要什么？需要你的人别只会站着看。做什么？搬水、搭棚、守入口，能做的都做。王妃，我们还能活吗？能。先听话，先活下来。你今天没停过。停了，才会死人。苏婉那边我会处理。他的事，按规矩来。你不想看他下场？我想看的是病人活，人命都还没稳，别忙着算谁输谁赢。以前我以为你只是会闹，现在呢？我知道你是在救人。知道就行。多谢王爷。下一步做什么？把热水给他，先坐下缓一缓。还有，别让他再去吹风。王爷今天倒像个听差的。能做事就别摆谱。慢慢喝。王妃，你连夜都没睡过吧？睡不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挺过去。你走慢一点。怕我摔了？怕你累到。那就把灯举近点儿。这几日你做的事，够所有人重新看你一次。我不需要他们重新看我，我只要他们别耽误救人。天花一事能稳住京城，你居功至伟。臣附议，若无还王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赏金赐牌，加封1名。臣女谢恩。你还想要什么？臣女只求一件事。说。臣女要继续行医，不入后宅，不困于王府。你是说和离之事不改？不改。臣女救人是因为想救人，不是因为想换一个地方困住自己。准。你真一点都不留？留什么？王府、身份，还有我。我留过，只是后来发现，留住的不是人，是委屈。萧恒，我要的是清清楚楚，不是将就。我知道了。王爷，按您的吩咐，10万两已经全数凑齐。还差什么？回王爷，
聘礼清单也备好了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都依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回皇兄，臣弟求取灵丸。你拿10万两来，是求取，还是逼朕点头？都不是，这是诚意。他救过京城，也救过臣弟的眼睛。臣弟从前不懂，如今懂了，不敢再错过。你呢？愿意吗？臣女愿意答应，但有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成婚之后，臣女仍可行医。第二，王爷不得干预医馆。第三，若有一日臣女要走，王爷不能拦。我答应。那我也答应。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失望。那就先学会说到做到。追逐着情绪流淌，让我素衣白裳。